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神圣时间轴，我是瑞安。今天的主题呢是要来占卜，我们已经释放了什么，然后我们正在迎接什么好的能量进入我们的生活，好的消息，好的运势。好，那眼前有3副牌组哦，从左至右呢是我们的第一副、第二副、第三副。那选好的话呢，就可以开始我们的解牌环节喽。Hello，第一副牌组的朋友，你们选到的是这一张，圣杯侍从哦。那我们先放到旁边，我们来看你们的，先为你们抽到的一个能量卡哦，就是植物卡。你们抽到的是18号辣椒，它上面写的是刺激。那这张牌卡呢，是在来讲说，它呈现的是一个新鲜的点子和新的情况哦。因为辣椒嘛，它本身是可以做很多料理的调味的，它会让一道料理让你就是食欲大开，也或者就是说，这件事情会变得很新鲜。那我有感觉到第一副牌组的朋友近期的能量，会有很多刺激的事情。然后它会是一个新的想法、新的理念，然后新的事物来到你的周围。那也有一个感受是说，你最近会受到很大的注目，然后你的点子呢会受到大众关注的焦点，你成为那个焦点。有时候为了这样子正面的结果和成功，你需要负起很多的责任，然后去接受那个挑战。因为有些人不能吃辣嘛，那吃辣其实是一种，人家说吃辣是一种痛觉，所以在尝试这些挑战的时候，是需要一些勇气，还有去感受到这些刺激的。那我有感觉到第一副牌组的朋友，你们会为自己热爱的事情努力，然后会去挑战成功哦。只是说，要去思考这些事情是不是真的有想清楚的。因为一旦加了辣的食材或料理，它可能就没办法恢复到原本的状态了。OK，所以要确定这些想法是你自己真的想过，然后很清楚的状态，再去做这样子的决定哦。那我们先放到旁边哦。那我们先来看第一副牌组近期的能量哦，来做一个验证。第一副牌组的朋友近期的能量如何？我们第一张是我们的权杖十，第二张是我们的钱币五，第三张是我们的圣杯皇后，第四张是我们的宝剑五，第五张是我们的女祭司哦。我们第一副牌组近期的能量是如何呢？我们第一张是我们的黑桃四，第二张是我们的方块12，然后第三张是我们的方块13，第四张是我们的黑桃八哦，第五张是我们的红心五。好，第一副牌组的朋友呢，近期的能量是说，其实你们有一件就是非常，其实最近你们压力是蛮大的，然后呢，就是有些朋友甚至因为这个压力啊，感觉到可能身心都受到一些蛮沉重的能量。这个感觉上可能是因为工作太劳累，然后或者是说一些可能生活上面的琐事太多，类似说生活上也有那种小人的能量，然后或者是说事情跟你设想的不同。
所以其实身体负担了很多，就是过往的一个压力在，那个压力其实是蛮大的。然后你们也有部分朋友是从一个地方离开了，就是一个环境离开了，然后可能跟你原先想的那样子是不同的。对，你们有在里面，就是可能在一个交友圈或者是一个环境，是脱离了原本的可能一些朋友，对，然后这是有关一些人际上面的状况，所以离开了那个环境，周围其实有照顾你们的人。然后其实也有赏识你们的机会哦。其实，在近期的这种状况，就是有好有坏，对，只是你还是会一直在沉浸在说当时如果可以做得更好就好了，对的这种情形。然后你的交友圈其实换了就是一个大更换啦，对。然后从前你在看待事情的这种方向已经有新的眼光了。近期的状态就是说，你会看在眼里，然后其实不会太快的去做一些事情，其实会更多的你会跟过去的你自己，就是现在的事件，你会透过以前的这种事件跟现在去做一些比较，然后你会做出更明智的抉择。其实你在以往的这个事件，你是变得更有智慧了。然后，当然你过去可能有经历，可能因为能量有点杂哦，就是有些朋友也有到那种你很信任的人，然后可能他做出了一些背叛的行为，对，所以其实过去的这个能量呢，其实是让你们真的身体也是有健康上面也是有受损的，对，是整个突然有一种需要好好调理的。那近期第一副牌组的朋友呢，可能也是要好好照顾到自己的身体哦，对，然后不要再硬撑，因为你们其实是很努力生活的。那如果有对应到第一副牌组的朋友，那我们就可以继续看下去哦。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算说，第一副牌组的朋友正在挥别什么旧的不好的能量呢？我们释放了什么能量呢？那我们又迎接了什么好的能量呢？第一张牌是圣杯一，第二张牌是我们的钱币二，第三张牌是我们的倒吊人哦，第四张牌是我们的宝剑三，第五张牌是我们的权杖七。第一副牌组的朋友，你们正在迎接的是，因为你们本来就是很情感丰沛的人，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其实也是象征着你们会迎来一个情感的机会哦。那这个机会呢，是让你可以感觉到真正安心的。虽然你曾经可能遭遇到让你感觉到被背叛的事情，但是其实你们对你们会用智慧来去再重新看待一件事情发生，所以其实你们在迎来的这个能量是相对纯净的，感觉到一种，因为我们圣杯一哦，这张牌它有一种鸟语花香，很纯洁、很纯净的这种感受，所以其实也感觉到第一副牌组周围的能量场正在被净化，后面还有瀑布这样洗涤，然后其实也是一个好消息不断来临的这种状态。那周围的情感，你其实本来就也会在好好的去应对，然后那这个消息呢？这张牌的寓意当然是有一个新的情感对象来临，然后或者是新的机会来临，它是会让你灌溉你的内心，浇灌你内心的情感的，然后可以让你内心感到满足的这种寓意哦。好，那我们钱币二呢，其实象征着说，我们第一副牌组的朋友，其实你们会更为平衡，你们迎接来了。就是你们释放的是过往就可能太偏颇的一些角度去看待，所以这两张牌可能是要
同时看的哦，你们会开始找到生命的平衡，然后用不同的眼光来去看曾经让你可能也可以是说太偏颇的一些角度，因为之前你们有一点点太相信别人了。对，然后不小心踩到了某些陷阱，或者是说，因为些许的诱惑，然后以为真的，所以，你们会重新审思之前过往的状态，所以得到现在的这个智慧哦。那个相对的会让你们未来的路越来越平稳，因为它很稳，这个精灵很稳定的可以去操控这两个金币嘛。所以我觉得你们的财富未来是会慢慢的增长的，然后因为你们会好好妥善运用你们手上每一个财富，对，所以过往的这事件其实教会了你们很多事情，你们不会再为好像彩虹这样子照到这个财富就马上要去怎么样，对，就是马上就要去得到它，你们其实是会好好去看待这件事情。对，你们会停下来，然后去思考，你们会用更多的审思，然后觉察来去看周围的环境。所以其实你们也在释放了，就是跟以前很大不相同的能量。因为你们过往可能太过信任别人，或者是有那种很纯真天真的自己，所以过往你们其实有时候会放不下，会是说你们虽然也很气过往的那些人的对待，但是你们更无法原谅的是自己曾经做的那些，就是有一些是没办法原谅自己的能量在里面体现啦。这个心上面的宝石也象征着你们获得到的一些宝藏，还有智慧，还有得到的实际上生命的礼物哦。对，它会让你再去多想，这是怎么讲？就是这件事件其实会让你可以去思考，然后可以去做出最正确的决定哦。就你会趋吉避凶，你会得到趋吉避凶的能力。然后我们的权杖七啊，嗯、你会辨别出谁在你周围谁是能合作的，然后你会用你自己的方式开始用一种新的思维、新的思路来去迎战这些挑战。对，然后你也能辨别有些人是真心的还是虚假的，你能辨别真心跟你在一起和虚假的人。然后呢，这一章还有一个讯息是说，目前的你其实还是有一些距离感，你跟其他人是有距离感的。那他也会慢慢的缓解，但是我有感觉到这时间不是那么快，因为你内心是现在目前是还在疗养当中的，还在恢复当中的，所以你跟其他人的距离目前还是有一些距离感。但是我刚才有讲，你会获得一个情感的机会哦，那这个东西会让你的这个需要被疗愈的地方慢慢被松动，重新在过往的这个事件重新释放开来哦。我们再来看我们第一副牌组的朋友，在未来啊会释放掉什么，然后迎接来什么？对，一个恋爱的机会哦。我们的梅花12，过往的事情就结束了，它已经完结了。你释放掉的是你对过往的一些这些不认同，然后甚至是说你可能苛责自己的地方哦，很多事情都会面临一个新的开始。对，然后曾经让你可能有损失的小偷啊，这张牌是我们的方块石哦。那这张牌意象就是可能原本有人一直要从你的地方拿东西，现在啊，这个人会被你辨别，然后他也没办法再做任何事情。
有些人可能有感受到，有些人就第一副牌组被这样子的人呢，可能在后面放话，然后曾经可能让你们有损失，那其实你们可以逐渐放下这样子的心。这件事情真的过去了，也应该要从你们生活开始释放了，因为过往的这件事情呢，实在太让你没办法抽离，那个恐惧嘛，或者是那种感受，其实是很浓稠的，然后让你们觉得要提心吊胆的，所以才会有这张权杖七哦。所以你们一直都觉得你们在对抗什么感受，这个感受会逐渐被释放哦。嚼你舌根的那些人，或者是真的让你的利益受损的那些人，现在没有办法再做任何事情了。对，然后呢，这张牌是方块12，这也象征着家庭和乐哦。就是说，其实你会迎来一个家庭和乐，然后迎接家庭美满的这种状态哦。我们会看到就是这个妇女，然后去好好照顾家里的小朋友嘛。所以其实在这段时间呢、你会感觉到就是家里面和和乐乐、幸福的感受。然后呢，你会觉得说，嗯，家里的家里的亲友或者是家人会给予你很支撑、支援的这种感觉。那也有一个讯息是说，有些朋友可能有二婚的，就是或者是新的对象，可能你本身是有离婚，你会在认识一个很照顾家里的一个新的对象哦，这也有这个讯息，因为我们又有我们的梅花12，又有我们方块12，所以很大的可能是说，无论是女性还是男性，你们可能都会迎来一个新的恋爱的对象，会让你感觉到你自己又被爱情灌溉，然后恢复年轻，或者是一种很被支持的感受。嗯，那你们会释放掉，就是可能过往一些朋友他们是不说实话的，然后你们能辨别出这样子的人，或者是说他们就是别有目的，对，你们能知道，然后挥别掉这样子的人，或者是这样子的能量再也无法影响到你们了。那我们再来看我们的雷诺曼的牌卡哦。我们第一副牌组即将要释放什么？即将要迎接什么呢？镰刀哦，对啊，就是把这个蛇都砍了。你们会挥别掉这些小人呢、就是现在这个能量会相对纯净哦。你们现在周围的能量都是比较健康的，对，然后送子鸟好消息会不断的来哦，然后有一些朋友会有升迁的好消息，然后呢，有一些朋友也有搬迁移动的这种讯息，可能是从一个地方真的离开了，那它会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新的，你能觉得舒服的地方，对，情感，对，你会感觉上大多是遇到同性的好朋友，就是能支持你情感的朋友，那或者是说遇到一个恋人哦，对，然后会有家的感觉。你们最近的家庭运很重，就是很多是跟家庭运势有关的。那这个家庭运势呢，就是大家可能你会觉得孩子长大啦，孩子特别能很贴心的照顾家里的人，或者是家里的这种氛围真的是很温馨，或者让你觉得被家人支持的感觉很好，家庭的能量很重哦。那不排除有些朋友的确有要置产的消息，然后可能会有买房地产啊，或者是租屋啊，有一些
搬迁的一些讯息，可能最近在找房子啊，这样子会有很好的一个，就是你能找到一个好住处，或者是你能让有些朋友又是投资的讯息，或者是让有关房子的讯息，都是会朝着蛮好的方向前进的哦。例如说，你这个房子要卖的话，或者是你租出去的话，也会很快就出租出去；要卖的话，也会用好的价钱卖出去。有感觉到这个能量哦，那就是说，比较希望第一副牌组可以真正放下过往的一些事情，过往的一些想法，然后你们其实已经做得很好了。那接下来呢，那个你们周围都会是一个很不错的能量。我们再来看第一副牌组的一个字卡，眼前吃亏，退一步冷静。满先意，应先碎，谦卑与柔顺。山顶最美，也最多敌人。这3张牌卡呢，其实是在说，最近就是近期你们的能量，其实你们已经能识别到说，可能就是我刚才说的，可能他们这些人是不适合的，那我们就要去保护到自己。那这3张牌卡也是在要告诉第一副牌组朋友，就是要让自己真的感觉到舒服，然后就是有些人在那个刹那，我们可能会想要为了争一口气，然后跟那些小人盘旋、周旋，会觉得说，为什么会这么不公平？这些不公平的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然后我们就会去跟就是那些小人的能量去做纠缠。那宇宙在这边呢，其实是想告诉第一副牌组的朋友，其实因为我们刚才这里有一张我们的女祭司嘛，我觉得第一副牌组的朋友，宇宙在说这些事情，这些小人他们会去处理，就宇宙是平衡的，它有很多的平衡。那至于你的功课，你已经学习到了，然后呢，你只要好好的去让你的能量场是那种很被洗净的，好好保护自己哦。就是对这张牌，我们的圣杯一哦，我们圣杯一，这也象征着说，我们好好的去守护我们的圣杯，也是守护我们的心，守护我们自己，好好洗涤自己的身心灵。对，虽然好像眼前是吃亏了，但是我们如果不去踩到那个泥潭里面，就譬如说吸引力法则嘛，小人他这样子去亏待你，或者去诋损你、诋毁你的能量，或者是他做了一切行为，都是要为自己负责的。所以要保持这个善良，我知道是非常不容易。我感觉到第一副牌组是很善良的，然后很愿意去给予别人很多很美好的价值。我们第一副牌组的朋友，宇宙是想要告诉你们说，你们已经做得很好了。然后，因为我们会跟那些小人或者是他们的能量不同，所以才会变成说你很显眼。对，但是未来宇宙已经帮你扫平这些障碍了，然后他希望你可以保全你自己，然后要冷静的去思考，就是也要告诉到第一副牌组的朋友一个讯息，就是可能最近会有一些事情让你有一些冲动的行为，那他在提醒你说要静下心来，慢一点做抉择，慢一点说出一些你原本要说的话，那些是你的心意，明明是一个好意，可是呢，对方却不领情，甚至根本听不懂。所以宇宙其实是希望你能把这样的价值留给真的需要的人。所以
在这最近呢，可能是要让你再去学习到更深的智慧，是如何明白说有些话听得懂的人就会听得懂，他就会知道你的善意、你的好意。对，所以，我有感觉到第一副牌组的朋友一直在学习有关人际的这种状态，所以你们是很耿直，然后又友善、善良的人，又很纯洁、纯真，所以你们的美好，是需要给到需要的人身上，或者是懂得你们讲话含金量，就是懂得你们的价值的人身上。那至于那些可能听不懂的，那我们不用花太多力气和能量在他们身上。OK，那我们继续抽下一张牌卡哦。对啊，就是多而无益啊，就是要给到值得的人啦。好，那最近可能多补充水分哦。哦，那跟我们的第一章也很像，就是一堆水哦，就是多喝水的意思。那这还有一个意思是说，要做一些净化。就是第一副牌组的朋友，透过喝水可以调整你们的身心灵哦，可以做很多的，就是补充，然后让你们的身体也获得到很大的滋润和净化，这样子。对，你们需要在等待时机哦。其实过往的事情呢，很多很多好的能量正在来的路上，然后你们的好，你们的才能，其实是会到时候会绽放出来的。其实根本不用担心你们的好不被看到，其实是大家会注意到的。当然，有些人可能曾经在背后你说些什么，但是现在其实过去的这件事情已经彻底的结束了，他们已经再也无法去干涉，或者是想要把你踩到谷底的这种想法，很恶毒的想法，他们都没办法实践了。对，所以这样子的坏人啊，或者是这样子的很糟糕的，你过往的遇到的这些人，其实宇宙也是想讲说，这些老天爷都有安排，宇宙会就是让他们去尝他们自己的一个功课。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功课，那遇到他们是也有可能是要带给你的一个礼物哦。所以你如果能从这样子的过往的痛或过往的伤害走出来的话，其实它会化作一个你真实的智慧，然后明白说，哦，原来我是可以守护到我自己的，原来我自己也是很重要的，原来我之前可能不大会辨别别人。那如果我未来可能已经到一个很了不起的程度，才碰到过往的这种事件的话，会不会很所以其实老天也是先让你遇到，先让你预备，这种事件，好让你在未来的时候，你可以轻松的迎刃而解。所以希望第一副牌组的朋友可以慢慢的换一个角度来去知道说你真实的礼物是什么。好，那我们再来看我们第一副牌组的朋友呢，即将会释放什么，然后会迎来什么好消息、好能量呢？对，这张牌教练哦，他就是有一种说，你们学习到这些事情了，然后你们甚至可以把这样子的想法、这样子的经历，可以去传授到别人身上哦。然后呢，当然不排除有些朋友可以去当讲师哦，在最近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邀请。然后请你去为一些人演讲或教授他们一些事情，对，会有一些交流存在哦。然后你给的交流都是很好，或是你获得到、你学习到一些很不错的讯息，你收到一些很好的一些知识和智慧，然后曾经让你们害怕的事情终于远离了哦，过去了。
你们会收获到新的友谊哦，就是会让你感觉到很满足。刚才我们说，就是会懂你的人、好朋友啊，然后你的交友圈也会在扩大，然后会真的是好的能量在你周围哦。对，一种自爱哦，就是你会在这段时间，你会在未来更懂得爱你自己哦。你会用更欣赏自己的角度来去看待自己。以前的你可能就会一直把注意力放在别人身上，现在的你呢，可以用更多照顾自己的能量来爱自己哦。对，过去可能让你感觉到可能就是失去的这个层面呢，已经渐渐被你释放了。那种可能过往的一些失败的想法，你已经渐渐脱离这种感受了。有些朋友真的会有进行到下一步的阶段哦，有结婚或者是遇到灵魂伴侣的对象，因为都有收到就是关于感情的一个能量哦。好，你也正在释放你的一些限制性的信念，你以前可能没办法去面对的事情，未来你会渐渐的放下这个事情，然后渐渐的去看到它，然后去听到很多想法。对，还有家庭的能量哦，真的家庭的能量很重哦，就是家庭很美满，或者是说会有一些新的，有感觉到有小朋友出生，对，或有备孕的消息哦，会有新的成员加入哦。对，然后在工作上也会有很好的表现，甚至是说，大家很看重你的想法哦。对，以前可能被人家攻击的这种东西啊，这种问题啊，都会迎刃而解，然后都已经过去了。对，然后可能有人在背后讲你不是的这些能量，都会渐渐的消退，他们已经无法再影响你了。因为过去你好在意这些声音哦，现在你已经渐渐的不会，你会很理智的去看待它，去好好静下心来的去看待它，然后它不会再是一个威胁了。然后你会用一种，就是你活得越好，你越爱你自己，其实就是对他们最大的反击哦。对，好，那这就是我全部的讯息，希望能帮助到第一副牌组的朋友。那我们下期再见喽，拜拜。Hello，第二副牌组的朋友，你们选到的是这一张我们的宝剑骑士哦。我们先放到旁边，我们来看提前为你们抽到的牌卡哦。这张是我们13号牌卡，勇气百里香哦。这张牌卡呢，我们都知道百里香是一个香草植物，然后它是一个很需要日照的一个植物哦。它这张牌卡呢，有看到有宝剑的意象，其实也象征说，第二副牌组的朋友呢，你要对自己的能力要有信心。如果你带着你所相信的，一步一步往前迈进，你是能做得到的哦。然后你可以办到，那你也要相信你自己，你也应该要往前迈进哦，然后去切除一些不需要、不必要的事情，不服务于你的能量，就把它切除掉。那百里香，我刚才也有说，就是它是向阳的植物，那它也是充满正面能量、正向性的一个植物哦。那也代表说，最近其实你会感觉到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在帮忙你。如果你想要寻求一个答案，或者是你想要完成一件事情的话，你就要去行动。那只要你去行动，就会有好的结果。那如果你不够有勇气来去面对这个挑战的话，那可能就是会来得晚一点，或者就是失败哦。那我们先放到旁边。我们来看我们第二副牌组
的朋友近期的能量是什么？第二副牌组的朋友近期的能量是什么？来做一个印证哦。我们第一张牌卡是我们的女皇牌，第二张是我们的权杖四，第三张是我们的圣杯八，第四张是我们的圣杯骑士，第五张是我们的月亮牌哦。梅花五，红心12，梅花2，梅花7，黑桃7。好，近期第二副牌组的朋友，近期的能量，其实你们有一段时间非常幸运呢，就是周围都有好事情发生，然后你也会感觉到自己蛮富足的，然后感情生活、情感生活也很好，对，然后可是好像是你在近期有一件事情是你忽略掉的，然后没有察觉到的，所以导致说你自己有感受到，隐隐感觉到好像有什么事情即将要发生哦。那这张最后一张牌卡黑桃七，其实是象征着说你之前做了某些事情，它是你知道的事情，然后那所以它发生也不意外，所以可能是过往的一些小事情衍生到一个你需要去解决的事件哦。对，你是会把它解决的，但是这个事情给呈现出来，有一种呈现给大家看到的这种状况，或者是它是一个某种的危机。这张牌卡呢，有点像塔罗牌的塔这种状态，它会是一个你需要去处理的事件。那里面的为什么会呈现这种状态？可能是它是一个你必须要去完成的一个课题哦，因为你有许愿，有感受到这个能量，就是说你曾经有向宇宙下一个订单，那这个订单呢是要透过你的一些考验，然后你从这个课程中学习到之后，你就能进行到下一个关卡的。那在那之前，它会到你的生活当中，所以其实这个事件是老天爷的看顾哦，它会让你为了要让你变得更丰盛，或者是说他是希望达到，因为你的愿望，你要达成你这个愿望，他透过某种形式，然后来到你的生活周围。我能感受到这个能量是跟许愿有关的哦。你许的一个愿，然后它来到你生活的方式，不是那么的让你舒服，但是它都是为了要成就你，然后让你得到你心目中想要的状态。那它可能不是以那么舒服的形式来到你生活周遭哦。对，所以我建议第二副牌组的朋友可以缓下来哦，就是不用太去害怕这件事情的发生。然后，因为你们在这里呢，你们在这次的事件当中拥有蛮好的直觉力，然后感觉到会很顺利的把这件挑战给克服掉。那也象征我们刚才看到有一开始的宝剑骑士哦，你们要带着这一把剑，然后去斩断掉所有的困难，然后去朝向你们真的心目中想要去追求的目标去前进哦，需要一些勇气。其实神秘力量，因为一开始就抽到我们的梅花五哦，这张牌是代表很幸运、很幸运的牌。其实这两张都是很幸运的牌，只是一个是逆位的，就是代表说有一些事情，它是用另外一种提醒的方式
让你学会，只是那种感觉不是那么的舒服。然后我们第二章是我们的红心12，看到一个女子，然后看着一个时间嘛，所以这件事情啊，虽然好像有点可怕，就是这个事件是你已经知道，你知道你犯了什么错，然后他来的，对，但是他的好事也是随之慢慢的显现到你的生活圈当中。然后我有感受到，这副牌组的朋友呢，金星的能量，有蛮多水象的朋友，有双鱼、天蝎、巨蟹。都在这副牌组里面哦，然后有一些可能风象的，有双子座，嗯，水瓶座，火象的星座有射手座，我有感觉到一点点摩羯座的能量哦，射手座，还有牡羊座的朋友。对，在这副牌组里面，好，那如果有对应到你的讯息哦，那星座只是参考，那如果有对应到你的讯息，就可以继续看下去哦。那没有的话，可以回到一开始继续选牌。那我们继续来看我们第二副牌组的朋友，即将会迎来什么？那正在释放什么呢？好，我们的权杖2哦，钱币1，哇，恋人牌。我们第二副牌组的朋友即将要挥别释放什么样子的能量，然后迎接什么新的好事呢？好，权杖女王，宝剑骑士。好，我们看到第一张牌哦，感觉到我们第二副牌组的朋友呢，即将要迎来的能量，就是说，你们会大胆的往前哦。其实你们已经着手好自己的就是落脚点，或者是你们已经规划好自己的未来了。接下来就是你们实践的时刻了。然后呢，之前还是会有一点在抉择要不要去做。就是你们有一些心里的这个规划，有一些想法在脑中已经成型了，但是感觉到这个权杖2在鼓励第二副牌组的朋友需要往前推进。对，那你们近期会迎来一个消息，就是有这个推进感，然后近期的你们有感觉到你们终于释放了心中的一些大石头，终于勇敢的往前走了，然后不再会是只看很拘泥的看某一些你们曾经害怕的事物，然后是真的会可以把一些机会掌握在手中的哦。那有感觉到，我们抽到的钱币1，有感觉到你们会实质的收到，就是可能获得一笔钱财，然后或者是说，你们得到这个机会是实打实的，然后会紧紧握在你们手中的财富哦。那，你们即将迎接来的，当然，这个能量感觉到是跟工作的机会有关，然后跟财富的积累是有关的。它会开启一件新的项目，它会开启一个关于你未来的一个方向。那这个方向是攸关可能你之后2到5年的一件事业，所以这个事业会为你带来大笔的钱财，所以你往前迈进哦。结合这2张的这个讯息，所以这已经让你考虑很久了。接下来就是实践的这种状况，你只要往前走，你的财富就会慢慢的积累，慢慢的来到，然后它都会慢慢一点一滴的来到你的手上，然后当然你都会握好这些机会哦，你会看好目标往前进。那我们的恋人牌哦，那其实你们真的是受到上天的看顾，诶，有
很美好的天使就是在看顾着你们哦，周围散发出很漂亮的彩虹光芒，然后这是充满爱的体现哦。这个恋人牌呢，当然有讲到就是可能你们在感情上面也会收获到很不错的伴侣，然后这个情感是很受到支持的，你也会觉得就是怎么讲，家和万事兴吧。只要你的情感有受到依托，或者是你能有一种信任的话，有人跟你一起相互扶持往前走的话，其实你会很有力量的去做任何事情哦。对，然后呢，这一章还有一个讯息是说，你即将会迎来一个新的合作伙伴，或者是这个你未来的同事啊，都会蛮和谐的。那我觉得更多的讯息是真的，你是受到宇宙保护哦，或者是天使有看顾你，你的周围有守护灵来去指引你通往更有爱的方向。那是不是也意味着你的眼光呢，总是会看着美好的事情？你有一双可以看见呃你周围美好的事件，你会看得到，你是抱持着感恩的心去看待你周围的一切事情的，所以你吸引来的也会是这么美好的事情哦。你会是看向自己所拥有的，而不是一直看自己缺乏的，所以来到你身边的总会是很好的机会。但是你也知道，你正在慢慢释放掉，说你可能曾经的犹豫不决啊，你有一些很好的点子，然后现在终于是慢慢的往前迈进啊，这些都是因为你看到你拥有，然后所以它真的存在哦，所以你的信念感是很强的。好，那再来是我们的权杖女王哦，权杖女王也是一种很自信的象征哦，所以有感觉到，第二副牌组的朋友，在未来工作上面的能力是毋庸置疑的，也可以成为就是工作上就大家会无法忽视你的能力，然后有些人甚至在业界是首屈一指的存在，然后大家会以你为主哦，或者是说你的能力受到大家的认可，大家根本不会轻视你的状态。然后还有这个讯息，少部分的朋友是说遇到女性的贵人啦，就是他会很贴心，他会知道你的需要，然后或者是说你会有一个很能干的合作对象，他是会推进你很多事情的，所以会间接的让你的那个钱财慢慢的丰盈，是因为你的合作伙伴是很靠谱的。那再来是我们的宝剑骑士哦，那因为这一个月亮又在晚上，所以你即将迎接的是说，你的直觉力会带领你去，让你看清楚你恐惧的是什么，然后让你越来越面对你的一些障碍，所以你释放掉的是你曾经不敢去面对的一些事情。我们看到这个月亮非常的光亮，可是，在夜晚，我们很多直觉还有恐惧的事情会被这个月亮给照照耀着，然后第二副牌组的朋友会把这些恐惧，还有你曾经的不安，变成你的礼物，变成你的一个能力哦，然后它会显化成一个你觉得是一件很好的事情。这些恐惧不会再影响到你。然后因为这个照亮，因为在最近2024年，大家都会学习到很多很多事情哦。那我感受到这张牌也是象征一种提升，你会感觉到自己面临这个恐惧呢，是你知道是长期已久困扰你的，那它也是一个限制性的一个想法。那有感觉到第二副牌组的朋友
会用一种淡然的态度面对这个恐惧，或者面对这个曾经困扰你的一种信念。你会因为这样子的照耀，然后慢慢的让你一直在提升，所以这也象征你的灵性会有所提升哦。好，它会是一个比较安全，或者是说你周围都有守护灵来帮助你，所以其实你第二副牌组的朋友，可能近期一直感觉到你的能量是蛮丰足的，好像一直都在跟着我们的地球在扬升，你也是其中的一员哦，也有感觉到你们的能量不断的在丰沛，变得更丰沛，然后变得更圆满，然后你们其实不害怕很多的挑战的，对，你们知道你们是可以做得到的，你们跟去年相比，或是跟之前相比，已经进步很多了。这些挑战，你们渐渐都会把它不会那么放大那个害怕，然后你们会很淡然的去迎接它哦，这真的是很厉害的能力了。好，我们的黑桃11，红心8，哇，红心4，OK，黑桃8，方块3，黑桃8，OK。第二副牌组的朋友呢，之前你可能有一个敌人，你知道他，可能你知道，隐约知道他是谁。那其实这个人呢，就是你们之间的这种争执啊，或者是不和啊，其实已经渐渐的结束了，然后他已经无法再去，就你真的是已经跟他的能量场是切断了，他也不会在你的生活之中再烦扰你了，所以，你真的在释放掉他曾经对你的影响。那你要迎接的是我们的，就是这张牌是希望的意思哦。那其实未来的很多事情都是充满希望的，然后有很多很幸运的事情都在你们身上发生哦，或者是说你坚持已久的事情都慢慢的在显化当中，你只是要去不断的从你的生活中看到，去迎接这些美好。你只是要去张开双手，然后去迎接美好就很好了。对，然后再来是我们的红心4哦，这也象征就是爱神的箭嘛，它也象征着说可能又排在我们的恋人底下哦，所以真的近期第二副牌组的朋友在感情上面会有很多好消息，可能如果有分手断联的，可能会有新的对象，或者是说你跟之前的对象重归于好，对，或者是说比较是属于新的恋情啦，更多的讯息是有关新的恋情，会有很契合的新的对象出现。那有时候我们也不急着，可能就是要定下来，可以好好的去发挥，好好的去认识这个新的对象，然后去跟他相处，去享受这个感觉就已经很棒了。对，所以，呃，有关情感的讯息是很不错的哦。好，那再来是我们的方块3哦，方块5。在方块5呢，其实也是说，你们之前会有一些对过往事情会有一些忧虑，就是你们可能会不自觉的先设想一个比较悲观的状态。你们凡事可能会先想说，我要先设想，不要怎么讲，你们有一个个性的状态是，可能不敢期待，对，你们会先设想，事情的坏处，对，所以宇宙在这边是要提醒第二副牌组的朋友，可能要慢慢放下
你们的这种想法，因为如果你们有这种想法存在的话，常常会先设想说，哎，如果什么不那么顺利的话怎么办的那种恐惧来去制约住你们的话，那因为其实你们的显化速度是很快的，你们去想什么，它会执行的出来，所以宇宙其实有设一些保护在你们身上。我有感受到一个讯息是说，因为你们有时候会悲观想法，所以它会不让你想的事情那么快，你所希望的事情不会那么快的到你们身上。但幸好你们有呃感恩的心，然后愿意看到世界美好的心，所以他其实是很爱护你们的。他很想要告诉第二副牌组的朋友说，你们是安全的，你们是受到保护的，所以尽可能的放下你们就是可能对自己的一些不相信、不信任，对世界的恐惧，或者是对社会的、对环境的一些制约、集体意识的制约。那也有感受到第二副牌组的朋友，你们会慢慢放下你们曾经对过往啊，一直纠结的一些心思啊，可能会是这种纠结感比较是对自己的批判，你们会慢慢放下，常常要做一些事情，因为你们希望自己把事情做好，所以就会心里想说，我如果之前的你们会想说，如果我当初不怎么做就好了，然后就可能会有一些责怪、责备自己的批判的声音回到自己身上。现在你们会慢慢放下这样子的声音，这样子的习惯哦，是非常，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字卡，有什么要提点到我们第二副牌组的朋友？有些事情需要耗时间周旋。好，第二副牌组的朋友，其实你们正在迎接好的结果，就是你们近期刚才我们所占卜到说，可能那个刚才的这一张后院失火的这张牌卡嘛，他可能是说这件事情其实是会有好的结果的，但只是需要耗时间去周旋它。感觉上就是你们近期遇到的这个状况，是为了要推动你们前进，因为其实你们是属于蛮稳健、蛮稳固的一群。如果在一个地方待久了，就会依赖那个地方所带来的安全感，所以宇宙知道你们是充满善和美好的一群人，你们的能力可以扩及更多人，把你们的美好去让感染给更多人知道，或是去发挥你们的影响力，所以可能会让你们有一些呃事件产生，是为了要推动你们这样子。好，对啊，因为你们财气重，很一鸣惊人呢，就是很希望推动你们让很多人、更多人看到哦。对啊，种种的迹象都是在说你们有多美好。养兵千日，用在一时。你们之前都是藏在很后面，然后大家都不知道哦，原来你有这些能力啊，或者是说，会被大家忽略。但未来的你们哦，就像这个权杖女王一样，就是很有存在感，大家都知道哦，原来你是这样子。你甚至会成为那种我们每一期好像都会在讲说业界的标杆，就是说，你会受到某些人的推崇，或者是大家就是说有部分的人会很欣赏你，很崇拜你的那一种状态哦。所以，因为我们看到女王嘛，我们的这个视角其实是，她是我们是仰望她的，所以你的存在感会有一种让大家会去很推崇你，
或者是讲到可能要讲到什么专业的话，就会立刻想到你这样子。但之前你可能大家都不知道你是这样子的人，对，或者是大家不知道你拥有这样子的能力，有点太小看你了。接下来我们来看我们的雷诺曼牌卡哦。第二副牌组的朋友即将会挥别什么，然后迎接什么样子的能量呢？第二副牌组的朋友即将会挥别什么，释放掉什么，迎接什么好的能量呢？第一张牌是我们的星星，第二张牌是我们的信件哦，27号牌卡。第三张牌卡是我们的百合花，第四张牌卡是我们的花束哦。好，都是好消息耶！就是说，你们即将迎接，就是可以带领别人的一个信念吧。你们能发挥你们自己的影响力哦，然后或者是说，你们更能确定自己未来的方向。严格来说，或者是使命感。为什么你这么做？你们能成为照亮别人的那一颗星星，那个影响力其实真的是蛮大的。然后，你会去追求得到你所认为美好的事情，所有美好的事件会在你周围扩展，然后发生。对，星星，你看到星星就会有许愿嘛，那这也象征着愿望成真哦。就是你所相信的那个希望会实现哦。我们刚才就有抽到希望哦，他拿着一个有关船锚的这个形象的东西哦，所以也代表你的希望是你坚持已久的，你早就想很久了。这个使命感，这个信念感，其实会让你发挥出来哦。就像我们讲养兵千日，用在一时，这些能量是已经，它不是一朝一夕所做出来的，所养成的，它是一个被你积累很久，然后最后被大家所知道的。OK，所以对，所以我们第二张牌呢，是我们信件。信件代表说就是一个官方的文件，或者是被认证的事情。那我有感受到说，就是有部分朋友其实是收到被认证了，可能是什么很合格的考试通过了，或者是说被验证了。这件事情，你收到了一个可能国际的一个认证通知书，你之前有考试，然后通过了，对，然后呢，还有你期待已久的一些好消息通过了，类似说，它比较是公文的信件啦，也许是学校啊，或者是公家机关啊，或者是比较正式的文件，你最近会收到这样子相关的好消息哦。然后呢，它也象征着说，一个惊喜的讯息会来到你的生活当中。那可能是来自朋友的一些讯息，或者是等待已久的好消息。哦，有一个消息，可能有些朋友去健康检查，你看健康检查也是很正式的文件嘛，然后是很不错的结果，对，然后可能很多健康的指数啊，都是在控制范围当中的，这些都是你要迎来的好消息哦。或者是说，也有部分朋友是收到这个信件，让你察觉到你需要去重视你的健康。对，因为我们后面是我们的百合花哦，它也有象征健康的意思。那比较是说，大部分朋友都是健康的讯息。那有些朋友是因为这个讯息让你去重视，然后可以得到最好的一个结果，很快就可以缓下来，或者是它是朝着好的结果才让你发现的，才会让你知道这个讯息的。
OK，所以这个信件可能对某些朋友是很重要的讯息哦。好，再来是我们的百合花哦。百合花其实象征着一种灵性的爱，所以你会迎接一种很永恒的关系，或者是说灵性就是跟你灵魂很契合的关系，或者是说你能。因为百合的味道很香，所以这也象征着影响力，跟我们一开始讲那个星星有一点相似。就是说，你结合这样子去看的话，你会成为蛮有影响力的人。那会获得很多人的认可。就是即将要迎接的，也许是你站出来给大家看到了，大家会很被你的香气给折服哦。然后花束其实象征着说给予的能量，还有幸福美满的能量。那收到花总是很幸福，感觉上被真爱的哦，所以其实大家会感受到你的美好，或者是说你能传递某些很不错的质地、很不错的思想、很不错的服务给到周围的群众。你的美好是能影响给全世界的，然后你正在一点一滴发挥出你的真善美，你正在做出最好的影响力给这个世界哦，真的是超棒诶。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我们第二副牌组的朋友呢，即将要释放什么，以及迎接什么好的能量呢？对，就像我们讲的，你会收获到一个很好的消息，两张好消息。哇，幸运！我们刚才说的什么心愿达成，你心想事成，或者是真的有一些偏财运。那如果近期都有抽到这一张的话，最近真的可以试试看，要不要去签一下，就是去签一下彩券哦。对，或者是你会获得意外之财哦。或者是说，因为我们刚才讲，你真的是受到太多神了，太多宇宙的精灵和守护灵、天使在帮忙你，还有爱神嘛？对，就是很多神在看顾着你哦。所以，也许你的心想事成是很容易显化的哦。所以要好好的去观察自己的思想，对，然后可以试着去什么3秒日记啊，最近很流行那个可以写心想事成的日记啊，你可以写说感恩日记这样子，来让你更朝往好的能量，然后在生活中去发挥这个显化的感受，然后你就能真的让这些好事情直接来临到自己的生活周围哦。好，接下来我们的下一章，好，道歉哦，这张牌卡有几个意思哦，就是第二副牌组的朋友，因为我们刚才也有这两张牌卡，其实有其中一个意思是说，你曾经是没办法原谅你自己做出某些行为的，这是第一个。接下来你会释放这个能量，你原谅了当初可能无能为力的自己，可能没做好某些事情的自己，所以你渐渐的提升了，你去看到了自己的某些阴暗层面，比较是自己的一个阴暗面。对，那第二个讯息是你收获到一个来自远方朋友的道歉，可能之前你跟他已经断舍离了，然后他会回来好好的跟你去叙旧，然后跟你讲说，当初其实很不好意思，很对不起，其实他不应该是这样子的行为，他会
你就看你要不要去接受，因为他可能是透过某种形式来去跟你去诉说这些事情的，所以才会有花束啦。你有一些事情呢，会有一些很美好的流动在周围。那有时候是就友情呢，也是需要可能一些事件才会去慢慢的让彼此成长，然后在最合适的时间呢，让大家会去珍惜这个缘分的得来不易哦。有些朋友就是可能小 baby 啊会出来，就是出生的讯息哦，就是备孕的朋友会很顺利的产下小宝宝啊，然后组建家庭啊，然后或者是情感支援都是就家庭很美满的。那我们在最后一章就结束我们的今天的牌哦。嗯，你们所一开始讲的你们所一开始愿意去行动的，最后会达成。它是一点一滴的，需要时间慢慢的达成，最后会是有一个好的结果哦。对，那非常恭喜我们第二副牌组的朋友，那你们感觉上是收获的更多诶，然后你们会释放掉可能比较是自己的信念感吧，就是限制你们的信念的这种状况。过去可能发生一些事情，你们其实已经变得更有智慧啦，也可以用更好的眼光来去看待整件事情的发生。其实你们了解的，你们其实很理解宇宙的法则，所以，很为第二副牌组的朋友感到高兴哦。那真的预祝你们心想事成，然后事事如意，事事顺心哦。那我们今天的牌组就先解释到这边，希望有帮助到你们。那我们下期再见喽，拜拜。Hello，第三副牌组的朋友，你们选到的是这一张钱币九，然后有看到它非常的富有，周围有9个钱币围绕在这一只猫咪周围哦，然后他手上还拿着毛线球的样子。好，那我先放到旁边。我们先来看我们第三副牌组的朋友啊，提前为你们抽到了植物牌卡，我们11号牌卡的转变，白色花椰菜哦。那白色花椰菜它这个转变呢，其实它宣告着就是这个改变啊，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会发生，就在最近的这种变化。那我们通常遇到这种变化，会感觉到有一点不安的感觉。可是呢，其实所有的改变都是迎接着一种新的体验、新的能量。那也意味着第三副牌组的朋友会让某些旧有的事情慢慢的消失了。那过往的能量不再服务于你的能量，就会像这个蜡烛点着烟，然后就让这个蜡烛就慢慢的就是烧到最后嘛。那有些不好的能量也会随着这个烟慢慢的离开哦。那这张牌卡也有说，如果你紧抓着过去的事情不放，最近就要开始放下这些事情咯，因为它真的就是要告诉你，你要往前走了，你不要再受到这样子的能量给制约住了。所以如果你人生中任何领域，就是你所处的这种能量呢，如果你有感觉到有什么正在停滞，或者是还有倒退的情形的话，其实都是在告诉你要往前走了，要去做一些能量的大清理，释放掉你原本的一些想法，或者是你曾经不想要让某些事件离开的一种感受。对，要把一些你纠结在你心目中的一些纠结给放下放开了。好，那我们来看
我们的第三副牌组的朋友近期的能量是什么？来做一个验证。第三副牌组的朋友近期的能量是什么呢？权杖六，力量牌，圣杯侍从，钱币皇后，很好哦。还有我们的权杖国王。好，继续来看我们的第三副牌组的朋友，近期的能量是什么？第三副牌组的朋友近期的能量是什么呢？方块9，梅花2，好，黑桃6，黑桃12，很好，梅花4。好，第三副牌组的朋友啊，就是有感受到，其实你们已经曾在一个原本的事件已经慢慢的恢复起来了哦，然后要有一些事件的运作也正在进行当中。你们其实也变得相当稳定，然后可以好好端坐在自己的王位去看自己的一些成果，然后都有条不紊的在进行着。然后其实有些事件啊都很顺利的在进行。就现在你们会用一种比较可以保护自己的方式跟周围的人相处，对，然后这个保护的方式是，你不是那么的随意跟人很交心，就是你要达到就是你的真正的朋友圈，其实你不会让那个人发现，其实你是有筛选的，所以你会跟现在的朋友会有保持一个蛮好的距离感，然后这个距离感其实是很不错的。怎么说呢？因为我觉得他是相当有智慧，你也不会让别人察觉到，其实他没有在你的圈子里面，对，然后大家都还是很和乐融融，大家还是就是互相可以就是成就彼此啊，对，然后这个境界其实是君子之交淡如水的一个体现，对，所以但是呢，有感觉到这张牌卡，你们曾经遭受的这件事，曾经遭受的某些事件呢，其实是坚持很久，然后获得到这个希望的哦，就是让你们感觉到怎么说啊？就是呈现的这个事件，其实也是你们坚持已久的，然后嗯，比较让你们感觉到不悦或者是悲伤、哀伤的事情，也渐渐的随风流逝了。那里面有一个阴性的能量哦，这个阴性能量比较是说曾经在感情中的第三者吧，或者是说谎的女性，或者是双面人，或者是说让你受伤、减损你利益的那种女性角色。在牌组当中显现的这张牌呢，因为它逆位了，所以也象征着说这个女性角色呢不再对你有任何影响，然后她跟你就是因为我感受到你其实也是有在意她的。这个女性角色你是有点在意她的，但是也是因为你会不自觉去在意她，所以导致有一些好的能量啊，没办法很快的进行到你周围。但你们是很愿意去等待、很有耐心的人，
对，所以胜利当然是正在路上啦。然后你们的好事啊，受到别人的认可啊之类的，这些都是慢慢随之而来的。只是因为旧有的能量场在那里纠缠哦，所以你们现在的好运还在路上当中，感觉上需要一个你们蛮大的变化来去迎接你们新的新生哦。那最后一张牌卡是我们梅花四哦，象征着朋友的帮忙，或者是说你们的员工是很负责任的，然后会很尽心尽力啊，然后去帮助你们的。所以，或者是说意义上真诚的朋友，他会很贴心，然后是真诚的来帮助你，他跟这个就是很对比，所以你们近期的能量其实是相当守护好自己的一个状态啦，只是过往的事情还是难免会受到影响，所以感觉上你们没办法很开阔自己跟新的人交流的这种区块，有感受到，就是你会有所区别，你不再像之前那样可以轻易的跟另外一个人很贴近了。好，那在星座上面，我有感觉到有火象的朋友，然后有土象的朋友，然后有水象的朋友，有我们狮子座，然后射手座，还有牡羊座，还有我们的金牛座、双鱼座、天蝎座，还有我们摩羯座，还有处女座。对，这几个星座，那星座只是参考哦。如果有对应到这些讯息的朋友，可以继续看下去。如果觉得没有对应到，觉得不是你的讯息的话，可以再重新选牌哦。好，那我们再来看我们第三副牌组的朋友，要释放掉以及挥别掉的旧能量是什么？还有我们要迎接什么新的好的能量呢？新的好的消息呢？好，第一张牌圣杯骑士哦，宝剑五、宝剑八、金币国王，哇，宝剑七哦，那真的是让你们感觉到受伤的曾经啊，你们即将会释放掉，就是可能那种被背叛的能量哦，让你们就是没办法离开，常常会纠结过去的那个能量，你们即将要释放掉哦。然后，我们第一张是我们的圣杯骑士哦，这一张牌卡呢，其实我有感觉到一种很轻盈的能量，很快速的能量，然后它是一个愿意去交流的能量，所以未来的你们啊，当然我有感觉到第三副牌组的朋友是相对稳定的，然后你们不是很轻易可以去敞开心房，毕竟经过了这件事情之后，过往的这件事情，就是可能来自于说你觉得那样子。小人的背叛，或者是说他的欺骗，或者是说你们真正无法，当然是小人或者这个事件的影响让你们无法出来，可是有感受到更深的一层层面是第三副牌组的朋友。更气的是当初的自己的无能为力哦，当初所困在那个时刻的自己，让你们无法走出来的是这个，你们有点没办法原谅自己，就是当时所做的想法，所做的行为。如果可以再来一次的话，为什么不直接不直接戳破那个小人的真面目呢？为什么不去勇敢的反抗他呢？为什么不起身，然后去说出自己的需求呢？你们看到自己那时候的弱小和脆弱，所以一直在提醒着自己，
那个时候的自己有多无助，多需要帮忙。然后，可是我有感受到你们即将会释放掉那个无助的自己，因为你们会勇敢的去找回自己，然后把它救出来，把这些刀、这些剑阻碍你们自己的那些困扰的思想一一拔除，带着你自己走出那个雪地。对，你们会离开那个地方，你们会释放掉那个能量，会挥别掉那个过去。对，然后也能识别真正害你，或者是真正对你有别有意图的那样子的人。你们能看得清楚到底是怎样子的人，你们也开始会学会保护自己的能量场。跟以前相比，你们已经能辨识那样子伤害你们的人，或者是有这样子企图性的人会是怎样子的状态了。所以你们也会巩固自己的思想，甚至有那个界限感。我们会看到我们的钱币国王，他会守护自己的价值，他的树根扎根稳定的在自己的周围，他会让侵犯到他领土的那些人知道不应该再越界了。你们当然还是愿意分享，你们就是清楚你们是很愿意分享的人，很友善的人。可是我们会看到我们钱币骑士他其实动作很快，然后他的杯子算小小的所以其实你会给予一点点善意，那个善意是你也想要去再相信这整个世界，因为你毕竟会走出来整件事情。那你会透过这样子的给予一点点善意来理解说，这样子你即将遇到的人是不是值得让你托付你的信任？对，因为对你而言，信任是很重要的，相信是很重要的。那有些人以为他们真的从你身上得到什么，可是殊不知他们损失的是更大的东西。而你学习到了能辨识别人，能知道自己价值，能爱自己的能量，你们终于都重新回到自己的王座，然后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然后终于忍过来了，真的是很好。然后重新又回到自己的马上，然后去接受到众人的一个认可这些过程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你们需要释放掉的能量很多很沉重的，对，因为你们不想要轻易忘掉这些事情。但是我刚才也说，你们要把自己更爱护自己，做错事情的不是你们，对，所以应该是由你们自己好好的去爱自己，把当时无能为力的自己再把它带回来，带离那个地方，他不应该在那个雪地继续惩罚自己了，不是吗？做错的不是你们对不对？你们不用再这样子去告诉自己，我必须要得记得曾经发生这件事情，所以我要让自己在那个雪地待很久。不用，你们可以离开那个地方了，而且你们的确会渐渐释放这样子的能量，你们会迎接一个新的自己那如果还没有办法离开的话，我们刚才有抽到这张牌卡就是说转变。如果你有发现你的能量有开始停滞住或者是有些重复的事情，重新的那个事件又产生了，那代表说宇宙希望你可以真的学习到，真的放下了。因为当初你无法原谅你自己做出的行为，所以你会迫使叫宇宙，你为自己下了一个订单，然后请宇宙再给你一次机会，让你重新改变当初的现实。那可是因为你这样想的话，你不见得你希望同样的事件重复发生在你身上对，所以你必须要走出来，这件事情才不会再重复的让你又要再转变一次。你要化成一个真实的转变，
你才是真的得到了，你已经得到，那我们就不要再重复这件事情。所以希望第三副牌组的朋友能尽快的知道你们是很值得得到一切美好的，那这件事情真的结束了，它会结束的，我们不用再重新体验过一次，这是另外的一个讯息哦。那我们再来看我们第三副牌组的朋友即将会释放挥别的能量，以及即将会迎接什么好的新的能量呢？好，黑桃二、方块10、红心10、黑桃7。好，黑桃1。这些牌的意思，第一张牌呢是我们的黑桃2，它这个意思是说，你可能有一些旧有的思维是之前是没办法脱离的，很纠缠着你的，所以真的有感觉到，因为你们是比较念旧的，然后你们是会比较执着某些层面的哦。那有感觉到第三副牌组的朋友也相对稳定哦。你们其实有一些自己认定的一些事件，一旦这个价值被你们认定，就蛮难去更改的。那你们即将会去释放掉这个很沉重的状态，因为它这个是有点没办法让你的生活转动的，它可能是某些习惯会让你有同样旧有的思维禁锢在你身上的，所以你的能量场会有一点没办法很流动的情形。好，那第二张牌卡是我们的方块10哦。那这张牌呢，它象征着说，因为它是逆位的，我们正位这样去看的话，就会知道说，有一个小偷可能要去这个房间偷取什么东西。那他在逆位的时候，就代表说，没有人可以在你身上再剥夺些什么了。对，就是曾经有这样子可能有背叛或欺骗的这些行为的人，他已经没有办法在你身上去做些什么事情，做任何事情了，他没办法再减损你的利益了。那我们的红心石哦，它现在呈现逆位，这个是一个比较坚定或是固守的意思在这里。我觉得在这个逆位的情况底下，是你可以更接受很流通的情形，你可以不再坚守某些信念，然后你可以让自己更为开放型的去思考，你即将会去迎接这样子新的思维，但是这样子新的思维对于你而言有点不容易的，因为它是一个要去拆解你某些旧有的想法嘛。对，所以我们的黑桃七其实在这里的这种状况比较呈现的意思是说，这件事情是你已经察觉到的，你早就知道这件事情会造成什么样子的后果，所以它最终产生的时候，其实你不会有太大意外，你知道它为什么会出现，其实你是知道的。那这个意外这样子的事件呢，只是希望你可以自己逃出来，你不能再一直待在这个房子里面嘛，都火灾了，你是不是要跳出来？所以这张牌卡跟我们塔罗的塔是很像的。塔是不是为了要逃生，必须要从那个高塔跳下来？因为闪电嘛，让那个可能塔都着火，然后我们必须要逃生，然后逃离原本我们的房子，所以房子也象征安全感，所以第三副牌组的朋友也要从某一种安全感或者是制式的地方逃出来，对，要有这样子的转变，你们的能量场或者是宇宙要给你们的礼物，你们才可以真的收得到。OK 吗？有时候你们会一直在想要维持住原本已有的
事情，或者是原本已有的一些优势，但殊不知，其实很多美好的事件是来自于说我们不去紧抓着某些东西，而是更开放性的张开手，然后去迎接它。对，所以你们会迎接来的一个状态是会迎接自己的新生哦，迎接自己的改变，迎接自己的勇敢。好，那接下来是我们的黑桃一，黑桃一在逆位，因为我们正位的时候是他很难过，他可能得到一个消息很难过，但他逆位的话是他能从这个难过当中缓解下来，他会明白之前做的一切事情是为什么，然后他也不再纠结曾经的过往的这种情形哦。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字卡的部分，有什么要提点到我们第三副牌组的朋友？好，雷锋力行，永远胜过喋喋不休。就是你们可能会维持一个思维太久了，然后就没有办法真的下定决心得怎么做，或者是说你们对于某些人的容忍，有些人可能已经能识别谁是障碍你的人，或者是谁是绊子的那种人，就是可能你知道对你有做出很不好行为的人，你已经知道了，可是你却没有办法做出一些行动。那其实宇宙在这边是要提点你，可能真的去开始让自己的能量场流通，或是做出某些行动哦。好，站他人利益立场说话。好，比较要再注意是说，为什么又要站人家利益和立场说话？那下一章是动机不同，各怀鬼胎哦。那可能是你们即将要发生的一个事情，它其实是一个推动你的事件嘛，它是一个转变嘛。那如果有对应到的朋友，有对应到的，对，就是它其实是要让你有一个转变嘛。那这两章的意思呢，其实是说你要解决这件事情。如果你已经知道你们的动机不同，然后彼此都有各自的想法，那要把这件事情处理好的话，可能是你要用更好的角度来去说服到其他人。对，然后你要有一个不能妇人之仁啦，但是你要把这件事情做得更好的话，是要讲的话更全面，处理的事情的角度更全面，你就会把这件事情处理得更好。它是有这个提点在里面的哦。好，我们下一章，不要退让，软土轻骨。其实可能这件事情已经重复在你身上第二次或第三次了，那你这次可以做出不一样的选择，然后去从中得到真正的蜕变和成长。好，继续给到我们第三副牌组的朋友，有什么是他们要释放，然后要挥别的事情？那有什么是他们要迎接的新的能量呢？对，多而无益哦。那我们在最后一张哦，再多抽一张，给到我们第三副牌组的朋友。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哦。好，第二副牌组也有抽到这个哦，但是里面的理解可能就不大一样。就是说，你因为第三副牌组的朋友是相对稳定的，然后你们其实超能忍耐，然后其实你们那些小人做的事情，你们都看在眼里，那其实你们会都不讲出来，你们很能忍，然后你们不是那种，你们不是那种很想要去把关系弄僵的人，对，可是宇宙在这边是想要鼓励到第三副牌组的朋友，就是你们已经看在眼里了，那你们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得更全面，然后可以勇敢的站出来，然后为自己说话哦，对，然后去做出自己相对应的想法，就是
不要让自己好像没得选，其实你们一直都有得选择。对，这是里面其中一个讯息哦。再来是我们的雷诺曼牌卡，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副牌组的朋友呢，即将会挥别什么，然后即将会释放什么，迎接什么新的能量。好 ，birds 小鸟，星星，山，小狗。多抽了一张哦，希望能帮助到第三副牌组的朋友。好，你们即将迎接什么好的能量和释放什么旧有的能量呢？我们第一张是我们的小鸟哦。那其实这一张牌卡呢，它也是代表说会有带来一个很激励你、鼓励到你的讯息哦。那或者是来自朋友的一些跟朋友一些沟通哦。小鸟通常都来自于对话，所以你在这阵子你会迎来一种你的话会被听到，或者是说你之前都不怎么去阐述自己的想法，你最近会迎来一个转变，是你把你自己的想法透露出去了，然后去让其他人更了解到你所诉说的内容。然后，以前你是不辩解的，然后但是你可能是透过了你的行为，让周围的人渐渐对你的风评改变了。这里有感受到一个讯息是，之前那个小人，就是你可能之前有遇到过什么样子的人，曾经有传你的一些讯息，可能在私底下有一些风声言语是这个小人所传递出来的，然后你曾经可能有受这样子的影响，然后导致你的风评不那么好。那这里有一个讯息是说，你即将会释放掉这股能量哦。曾经可能有一些让你风评不佳的一些不实的传言，逐渐也会被消失殆尽哦，会换成一个大家对你的风评开始有风向改变了，大家会重新去讨论你。那讨论是好的讨论，因为我们下一章是我们的星星哦。那这个星星呢，是在于说最近的你很耀眼。那这个耀眼的感觉是结合第一张牌卡这样子去看的话，就是说你在大家眼里其实是很指标性的存在，然后大家其实会不自觉的去了解到你，去看到你，所以但是对你而言，你不是那么在乎这样子的看待，因为你心里想要把自己事情做好的人。对，然后所以你不会那么在乎其他人对你的想法，但是实际上，你做的事情都会一步一步的达成，然后大家都觉得你怎么可以完成的那么好，但他们不知道你其中的辛苦啦，然后在外人的眼里都觉得你很了不起，或者是有一些敬仰的成分哦，或者是说，很不晓得你怎么可以办到，就做的那么好这样子，对，然后觉得你非常耀眼哦，然后这里有感受到你如果有许愿或者是有一些想法的话，要特别就是你是能显化你生活的人，所以才讲说，第三副牌组要去转变哦，因为已经在给予一些讯息了，有感觉到宇宙正在推动你去往更好方向前进，他觉得你耗在这里太久了，所以下一张是 mountain 哦，mountain 是不是爬山？爬山都是需要过程的，对不对？所以他觉得宇宙觉得你耗在这个山，耗在这个困难太久了，其实他希望你赶快下山了，所以
你即将要释放的是这种苦闷的感觉，或者是好像要有一段距离才能达到的，你要费好大的劲才能成功的这种感受，他希望你逐渐退掉，然后褪去这种懊恼的感受，或者是很不自由的感觉，或者是之前好像被没得选的感觉，他希望你慢慢褪去这种能量，这些不应该在你生活中出现哦。那接下来这张牌卡呢是有关朋友的。小狗狗是代表说朋友的意思哦，在雷诺曼牌卡是说你会收获到值得信任的朋友，然后他们是忠诚，而且因为狗狗是象征忠诚坚定的，然后它也是可以带给你那种喜悦玩乐的气氛哦，所以你会交到很好的朋友。非常值得对待的朋友。那接下来这张它是有关释放你的限制性信念，你有些可能因为十字架嘛，它是我们的信仰，可是有时候信仰是会很沉重的，我们必须得遵守的，它有点像教条，让你不得不被制约住，所以。这张牌卡象征着说，你会意会到你自己的身上某种信念，还有制约，也许是集体意识，让你没办法做你自己；也许是情绪勒索，让你没办法从里面离开。OK，所以也许是这样子的状态，所以你会渐渐的释放掉你不应该让你承担的这些感受哦，这些能量太沉重了，你逐渐会慢慢的看到，然后慢慢的重新清理你自己，然后成为一个真的很轻盈的状态。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我们第三副牌组的朋友即将会释放什么，会挥别什么，以及迎接什么好能量呢？好，你会释放掉你对自己的怀疑哦，你对事件就是觉得怎么样子做才是对的这种想法，因为曾经会让你这么想，是因为你之前没有处理好，你不原谅你自己的这个状态嘛？未来你会释放掉，因为你知道自己真的没错啊，为什么要责怪自己呢？然后，这个怀疑是因为你希望把事情做得更好，所以你会有一些想要去掌控的部分，所以这个也会渐渐的让你去看清楚你的掌控感，或者是你对事件可能有那个恐惧，所以这个恐惧让你没办法脱离，但是你是很可以享受那个自由的成分的，你不应该被这样子给捆绑住，或者是给限制住哦。好，那我们下一张牌卡，对，你会从过往可能就是一种被动型的思维，就是你理智上你知道那里有陷阱啊，可是你情绪上你受不了，你还是会踩进去。就是你还是会落入这样子的回圈当中，所以你会逐渐知道说，你可以做到什么样的转变，让你不要再重复的踏入同样的陷阱里面了。你会拥有这样子的能力哦。对，好，家里的支持哦，你会迎接家里很美满的能量哦，大家互相支持的能量。对，还有友谊的能量，你周围还是有很多很好的亲朋好友在你周围。对啊，对，然后去感受到宇宙的顺流哦，或者是说你感受到你很放松，然后松弛感的这种状态，你不再去纠结或者是掌控某些你觉得自己非得要怎么样子做的自己哦。你会从一些可能集体意识，或者是说
或者是说限制性信念终于醒来，这是某一种觉醒的层面哦。那我们继续抽牌哦，你会迎来自己的公正和正义。对，那曾经可能让你感觉到不公平的事件，在你的生活里面会显现出来这个公正，你迟来的正义终究会回到你身边。对，那如果你曾经被泼脏水，或者是有不实的传言在你身上被这样传递的话，那样子的人也会付出相对应的代价，而你会重新洗净你身上的那些污点，或者是说那些不实的传言都会被厘清，真相会大白，然后大家会知道谁才是真的，那些真相会浮出水面哦。对，好，有好的消息哦，就是说有些朋友在备孕，然后等待已久的事情，他会一步一步的变成好的雏形，然后他很顺利的正在进行当中哦。对，然后你们的灵性程度也会慢慢增加，变得更能守护到自己的能量。对，然后你们的运势正在增加当中，然后其实你们是很能忍耐的一群人呢。然后就是越来越看淡事情的发展，然后你们正在学习如何顺流，如何敞开自己，如何变得更勇敢哦。对，的确，你们真的越来越顺流了，然后越来越信任宇宙的安排，所以其实很多事情会很快的迎刃而解哦。只是你们要去做出这样的转变，它还是有一些阵痛期，或者是说它有点辛苦的层面，那这都是要让你们学习到的。然后也许是某些朋友还要为自己发声啊，或者是说真的做出某些不一样的自己。对，用新的思维来呈现新的自己。对，一切都会很顺利，OK 的执行哦。好，那这就是我全部的解牌，全部的讯息咯。那也预祝第三副牌组的朋友都可以事事顺心，然后可以克服自己就是之前的障碍，然后克服这次的挑战，然后渐渐的迎接崭新的自己、全新的自己、自由的自己、自由的灵魂哦。那这就是我今天的解牌，希望有帮助到你们。那我们下期再见喽，拜拜。